为什么一家在台湾挂牌上市的关键材料厂，要把全公司的营运命脉，甚至未来10年的资本支出，全部重压在美国德州一个叫 Richardson 的地方？在供应链极度讲求分散风险的今天，单从财报跟地缘政治的角度来检视，这简直是一场押上全部身家性命的豪赌。其实这绝对不是豪赌，这是一场极度精准的战略卡位。我们不能用传统代工厂的思维来看这家公司。Richardson 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德州小镇，这里是美国著名的电信走廊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 IET 是直接紧邻着美国国防部的高阶承包商，还有一线的光通讯巨头的。在中美科技战的大格局下， IET 凭借着完全非红色的供应链，拿到了国防部合约跟晶片法案补贴。这张纯美血统的门票就是最深的护城河，这绝对不是随便把产能移到东南亚就能复制出来的。要真正看懂 IET， 我们必须先搞懂它在技术维度上的降维打击。市场上绝大多数规模庞大的磊晶厂用的都是 MOCVD 技术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中式餐厅里的高压快炒，产能大，速度快，非常适合做大宗的消费性电子产品。但是 IET 独门的 MBE， 也就是分子束磊晶技术，完全是另一个境界的东西。它就像是原子级的 3D 列印，在逼近外太空的超高真空环境下，让原子像军队一样，一层一层完美排列地长出晶体。它生长速度慢，但极度精准。这就是为什么只要碰上高阶 AI 资料中心跟军用红外线，就非它不可。大家想一想，用 MBE 讲出来的吸收层背景杂质浓度可以压到多低吗？整整10的14级别，这比传统的 MOCVD 低了整整一个数量级。而且层与层之间的界面是真正的原子级锐利。MOCVD 遇到这种极端要求，往往只能靠复杂的补偿技术，效能根本无法兼顾。好，技术确实领先，但我们身为分析师，还是得看残酷的营运现实。IET 最核心的防化影，也就是 IMP 事业体，现在正面临全球高达70%的基板断供危机。全球一年需要将近300万片，现在产能却只有零头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缺料，因为制造防化影基板需要承受3倍大气压来防止防爆炸，建一条新线最快也要等上24个月。在这种绝境下 ，IET 处于现拿现用的裸奔状态，营收的天花板难道不是已经被彻底锁死了吗？这根本是无米之炊啊！如果你只盯着名目营收的表象看，确实会这么觉得，但你忽略了获利质量的本质，这恰恰是 IET 管理层最漂亮的一步商战策略，也就是带料模式。因为大缺料，现在是全球 AI 巨头动用他们庞大的采购影响力，自己去市场上抢昂贵的基板，然后主动捧着材料来求 IET 代工。这就像客人自己花大钱买了顶级的 A5 和牛，专程请 IET 这位米其林主厨来代客料理。名目营收虽然缩水了，但因为省去了高昂的材料成本，获利反而一飞冲天。载客料理听起来是很美，但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主力生化家。2026年第一季的营收占比直接崩跌到只剩 3.5%， 这难道不是被市场边缘化了吗？其实不然，这反而是他们在主动转型，淘汰掉低毛利的消费性产品。你知道他们内部做了一件多震撼业界的事吗？他们刻意空出一台 MBE 机台，原本预计要花1年时间研发应用在矽光子上的量子点雷射，结果短短3个月就长出了样片。这种长在砷化镓基板上的量子点雷射具备极高的成本优势，这可是次世代矽光子技术最关键的连续波光源，目前甚至已经找到下游代工厂了。这是神秘伏兵，可绝对不是什么边缘化。再来看看高端应用的体化镓跟氮化镓。体化镓主攻美国国防军工的红外线侦测器，用的是第2型超晶格结构，这东西长晶一次就要耗掉整整1天，技术门槛极高，单价当然也极高，加上地缘政治效应，订单早就已经全满了。至于氮化镓，IET 靠着 MBE 特有的低温2次长晶技术，再搭配独家的原子氢表面清净系统，直接强势切入 AI 电源管理跟 5G 基地台的应用。说到机台，2026年第一季的财报里有个非常突兀的数字，硬体销售与技术服务的营收占比竟然冲到了 22.1%。一家长晶厂怎么突然变成卖硬体的设备商了呢？这恰恰是 IET 最可怕的隐形护城河，他们是全球极少数自己会长晶的设备商。这个数字背后是他们帮台湾研究机构客制化改造的大型 MBE 机台完成了验收。
更深层的战略是，他们独家开发了 MBE 的控制软体，在2025年第4季开始资产化认列，而且推出了创新的机台代管模式。客户买了机台放在 IET 厂房，由 IET 的科学家代为操作。这等于把客户的生产参数跟 IET 的软硬体深度绑定，这客户粘着度几乎是牢不可破的。故事说的确实很动听，但我们直接来进行一场残酷的现场财报审查，拿出2025年管理层给投资人的承诺，来跟2026第一季的实际成绩单核对一下。2024年全年度净损高达 1.32 亿，2025年确实靠着 AI 爆发转亏为盈 ，EPS 达到 1.65 元。但是我们看最新的2026 Q1 单季营收 3.32 亿，这个成绩到底有没有超标，有没有兑现承诺？这不只是超标，这是彻彻底底的财务结构重塑。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自备顶级牛排的带料模式，因为是大客户自己出钱买基板 ，IET 财报上的材料成本大幅度消失了。虽然名目营收看起来缩水，但这直接把2026 Q1 的毛利率一口气推上了 47.84% 的历史巅峰，部分高阶产品的毛利甚至冲破了 50%。同时，他们还把营业废让率死死地控制在 18.8%， 这比常态目标的 20% 还要更低。这套结构性优化的最终结果是什么？2026 Q1 单季的 EPS 创下 1.97 元的历史新高，短短一个季度的获利直接赚赢了去年一整年。这才是真正看懂产业大局的人在乎的获利质量，而不是只会盯着营收的表象看。获利确实很亮眼。那我们来看看114年底那个震撼市场的重讯 ，IET 宣布用 5.1 股换1股光盛，让光盛持有 IET 高达 15.26% 的股权。从会计角度来看，这笔交易列为长期投资，不走损益表，也不会直接贡献 EPS， 但随市价入账，会让 IET 的每股净值直接翻倍。我们必须尖锐地问一句，这难道不是一场单纯为了美化资产负债表、极大化资产规模的财务工程秀吗？如果你只看到净值翻倍，那你真的太低估这个局了。这是一场针对 CPU 的垂直整合大棋局。过去 IET 只是最上游的累晶关键材料商，跟终端资料中心中间隔了好几层。而光盛是谁？光盛是大型资料中心、光通讯组被动元件以及 RF 高频连接器的关键美商大厂供应商。这两家强强联手，代表 IET 打破了上游孤岛，直接向中下游延伸，形成累晶材料到光电元件，再到光通讯模组的一条龙布局。这让他们能直接掌握第一线 AI 巨头对次世代晶片的规格需求，提供 CPU 最佳化匹配的全方位方案。这才是真正瞄准 AI 算力商机的杀招。讲到世代 CPU， 我们必须回到最底层的物理特性来拷问。市面上 MOCVD 的产能那么大，为什么那些大厂在 400G、800G 甚至未来的 1.6T 时代，非要来求产能规模看似较小的 IET？MOCVD 真的做不到吗？答案就在于突破 100G 频宽极限的物理特性。在高速传输中，传统晶片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频宽瓶颈。而 IET 的硬 PHBT， 也就是磷化银异质接面双载子电晶体，能够提供更低的功耗跟极佳的电气特性。它是专门用来提供 40G 到 100G 高速类比半导体解决方案的。这就是打破网络频宽瓶颈，加速世代通讯架构无可取代的关键。还有一个更致命的魔鬼细节，在光纤通讯的接收端，当规格拉高到高频高速的时候，我们使用的 APD， 也就是雪崩式光接收器，它对累晶层的厚度跟掺杂浓度要求已经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。以 InAlis/MPADP 为例，它要求 P 型掺杂必须死死地精准控制在17次这个极窄的范围内。这种对原子级厚度跟掺杂温度的极限控制力，目前全球只有 MBE 技术能够完美达成。MOCVD 在这种高频规格下是直接出局的，这就是 IET 绝对的技术护城河。好，技术确实有不可替代性，但我们必须进行最后的灵魂拷问，来看看财报底下的3大地雷。第一，虚胖的净利跟干涸的现金流。2026 Q1 净利创新高，但应收账款冲破3亿，导致营业现金流入只剩惨淡的3000多万，期末现金更只有6900万，这根本是高度仰赖借款跟政府补助在硬撑1亿元的资本支出。第二，现拿现用的5米之炊，全球磷化银板工营收已经触及天花板。第三，既然全球极度缺料，营收被锁死，为何还要疯狂扩建德州新厂2期？这在财务跟地缘政治策略上，难道不是充满矛盾吗？
散户看的是名目营收的表象，而大户看的是获利质量的本质。你的质疑恰恰点出了 IAT 正在执行一场外人难以看透的气量保利大战略，疯狂增购 NBA 机台，扩建2厂，绝对不是为了盲目去灌营收，而是为了做到专机专用。过去同一台机台要在不同产品间频繁切换清洗，固定成本极高。现在16台机台专机专量生产，例如专门拨给200 GPD， 虽然牺牲了名目总产量，却把产线效率跟毛利率推向了极大化，直接去除了隐藏的设定成本。至于缺料跟扩产的矛盾，这是一场精准的产能储备战。联邦晶片法案 1.05 亿美元的补助，预计在2026年第2季正式签约。德州新厂2期年底完工，2027年第1季机台全数进驻。他们现在是刻意选择蹲下，用带料模式稳住创纪录的毛利率，同时疯狂储备实体的物理产能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迎接2027年基板供应缓解后的市场大爆发。真正看懂这个局的人，看的是中局。IAT 忍受着短期的缺料阵痛，巧妙利用带料模式撑起历史新高的获利，同时借由光盛的换股案，彻底打通了直打 AI 巨头的出海口。当2027年全球基板短缺的锁链终于断裂，供给恢复正常的那一刻， IAT 早就备妥了庞大的产能与 CPU 通路。到那时候，从一个周期性的材料供应商蜕变成主宰 AI 基础设施的算力巨兽。试问，放眼全球，还有谁能挡得住这16台 NBE 机器的全速运转？